演员有这种实力啊，才配跨界开演唱会。你会翻过山，看到万丈青天，飞鸟正越过海月。有的人让你花7000听破音，有的人让你花1200听儿歌，那个到底怎么了呢？而他作为演员，一不小心还拿了个音乐奖。作为一个演员，这个得到一个音乐奖，不知是该高兴还是该高兴。2009年从中戏毕业时啊，畸形的影视圈根本不看重演技，只看脸，长相不符合大众审美标准的任素汐被主流资源决绝地挡在了门外，甚至根本无戏可拍。在这个看脸的世界里呢，他扎进了最无人问津的话剧舞台，整整6年啊，他演了600多场绿叶水。为了摸透人物的骨血，他手写了上万字的人物小传。剧里有一张张一曼扇自己耳光的重头戏，为了让台下最后一排的观众都能感同身受，整整600多场演出，他就在台上实打实的扇了自己几千个情绪的巴掌。有时候一场戏落幕，他的半边脸高高肿起，连张嘴喝水都费劲儿。正是这漫长煎熬的话剧生涯，不仅把他的演技打磨得锋利，更在无形中呢练就了他恐怖的气息控制力和现场共情力。电影《驴得水》爆火后啊，无数人在哼唱那首《我要你》。我要你在我身旁，我要你为我梳妆。但观众好像只记住了电影里那个把蒜香当浪漫，用性做武器的张一曼，却依然记不住这个叫任素汐的演员。甚至这首歌一开始都只不过是因为剧组太穷，请不起专业歌手，导演无奈之下呢，才把主题曲的任务交给了他。2018年，被逼到绝路的他站在了《我就是演员》的舞台上，眼眶通红，却强硬地喊出了那段让人心酸的独白。我看到很多好剧本，但他们不来找我，但是我在想，我其实演得很好，我想告诉他们我演得很好，所以我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我可以演得很好。悲声凌厉的呐喊啊，终于撕开了资本的铜墙铁壁。在同年的《幻乐之城》里，他带着一首原创歌曲《时光机》惊艳登场。他罕见地抛开了自己童年丧父的隐痛，用那种毫无技巧诠释感情的沙哑嗓音，不仅唱哭了现场的王菲，更让所有人震惊地发现，这个丑小鸭不仅会演戏，甚至还拥有可怕的原创音乐才华。而真正让他的名字彻底压过角色滤镜的呢，是那部大爆的电影《无名之辈》。在电影里啊，他饰演的马嘉祺高位截瘫，一场尿失禁的戏码惨烈地碾碎了底层小人物最后的自尊。杀青之后呢，任素汐深陷在角色绝望的情绪里无法抽离啊，硬生生熬了一个通宵，写出了那首火遍全国的《胡广生》。桥上走的那一句我没到，你别起晕，你就把头转过去，拨给我消息。我欠你啥子嘛，我啥子都不欠你的，你问我真理没真理。当这首推广曲全网刷屏时呢，热度甚至盖过了这部票房7.9亿的电影本身。无数听众震撼地发现啊，这根本不是什么商业口水歌，而是他在用灵魂替那个被困在轮椅上的马嘉祺诉说心底的委屈。这首歌在全网杀疯了之后，无数资本像饿狼一样扑了上来，但任素汐干脆的把送上门的钞票全部拒之门外。他素面朝天的扎进了半个喜剧的剧组，继续去啃冷板凳。在他那套生存逻辑里啊，唱歌只是替角色情绪宣泄的出口，绝不能变成割粉丝韭菜的摇钱树。再后来呢，他为电影《寻汉记》写了王昭君，把一个底层女性相亲屡屡被骗的破碎与挣扎唱的绝望。他和瓦依娜在乐队的夏天合作了一首6分钟的史诗大梦，残忍的扒开了普通人从童年到暮年疲惫无力的一生。他的每一首歌都没有经过流水线般的商业包装，他的词曲呢，全部像是从泥土里野蛮的生长出来的，带着底层的血和泪。2024年，他更是以非专业歌手的身份霸气的拿到了春晚的独唱资格，一首枕着光的他被网友肯定的成为拯救了整场春晚。透过窗看一幕童话，枕着光芒的云霞，晚风轻轻地吹过他的银发，他笑着等他一起慢慢走回家。2026年，当他终于站上深圳的个人演唱会舞台时，所有人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跨界降维打击。没有浮夸的舞美堆砌，没有高的离谱的溢价周边，更没有捆绑 CP 的低级炒作。他穿着简单的私服，在台上坚持全开麦，零预录，零修音，仅凭深厚的话剧台词功底啊，就稳住了哪怕是专业歌手也极易翻车的万人体育馆。在唱到胡广生的高潮时呢，全场安静的陷入了他用歌声编织的那个遗憾而又温柔的梦里。而当唱完亲爱的你啊时，他真诚的对着台下说，谢谢大家来了，我希望今天来的每一位人，你们都能生活的好，希望你们都能幸福美满，家人身体健康。这淳朴的祝福没有一丝作秀的痕迹。在当下
下的内娱啊，跨界成了一场功利的收割游戏，流量演员仗着粉丝的拥趸，出手单曲就敢半开麦上台圈钱。哎，所谓的专业歌手把演唱会当成敷衍的流水线作业，门槛被踩得稀碎，只要有热度，什么垃圾都有人买单。但任素汐响亮的打碎了这种规则，她的跨界啊，不是因为眼红音乐圈的钱，而是她作为演员的共情力自然的溢出了表演的边界。演戏是替小人物活一遍，唱歌是替小人物哭一场。在这个急功近利的圈子里呢，那些花哨的技巧和人设终究会被时间淘汰。只有真正尝过生活的苦，把心掏出来给观众看的人，才能在潮水退去后稳固的站在最高处。任素汐用她10年冷板凳证明了一个朴素的道理：所有的横空出世不过是痛苦的厚积薄发，那些被嘲笑的岁月最终都会变成你喉咙里最无可替代的光。